们现在在中间一站婺源，然后正好说这个列车它要反向，再从婺源出发去行驶到九江那边。然后呢，为了让乘客坐得舒适，就是我们要朝着列车行驶的方向去坐嘛，所以这个时候要把座位转一下。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高铁的座位是可以转的。哦，真的可以，太帅了！现在我们乘流水班到了山顶，也不算山顶啦，就是到了独孤镇山顶上的一个小镇。然后从这边是一个叫做庐山山顶立体停车场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山上各种各样的小房子，感觉好可爱啊，像是来到了一个欧洲的小城市一样。整个庐山给我的感觉非常像是鼓浪屿。鼓浪屿我是2014年跟我几个高中同学去的，然后当然最大不同点就是鼓浪屿是不需要门票的，这边需要门票。但是它目前呢，可能这个政策不是一直持续进行，但目前的政策它是对全球的学生都是完全免票，所以不只是中国的学生，而且是针对所有的这个学龄段的学生。所以我不知道如果你是 mature students 或者是老年大学学生可不可以啊？但是可以来试一下。门票的话是160元，如果你是成人，就是已经工作的话是160元。学生是免票，然后老人应该也是有个优惠的价格。其实我们是自己在携程上面订的一间，我觉得这边的房子，如果你真的要严格追究起来的话，全部都是 family business， 但是有一些是相对来讲设施会高级一些，我们就暂时称它为旅店吧。所以我们今天去住的这个旅店呢，其实还蛮贵的，但在庐山上面的话，已经算是比较中档价位，或者可以说在这个暑假黄金时间段里面已经是比较便宜的了。一晚上是469元，然后我们在这边住2个晚上，就是反正就是1000块不到啦。这边的整个房子呢，感觉跟鼓浪屿相比的话，它有更多的小洋房。鼓浪屿的话，有很多还是那种怎么说呢，有一点像是把上海那种老旧弄堂的房子搬到了岛上的感觉。这边的话就感觉是哇，一个山里面有好多可爱的小洋房。所以前面在一个庐山汽车站附近下车的时候，感觉稍微眺望一下远方，那边有个观景平台，就让我感觉好像是在欧洲的哪一个小城一样。这是百度地图给我指引的，应该算是最近的到达旅店的一条路，但是应该有大路，就是比较平坦的沥青马路，应该会好走一些，但是要绕远路了。这次就辛苦老妈一下，等我们待会儿出来的时候再去探索比较平坦的路吧。终于到宾馆了，实在是太感人了。我前面是走到了另外一个酒店，它的名字跟这个酒店是很像的。我所住的酒店名字叫做途窝，旅途的途，鸟窝的窝。然后在庐山大厦，就是一个比较贵的旅店那边旁边呢，也有一个途窝。然后我在百度地图上标错了，所以就差不多走了有1.3公里吧。按照百度地图上说是1.3公里，但实际上走山路那个坡非常陡，所以用的力气根本就不止1.3公里的力气，应该是至少有个在1.5倍吧。现在我们坐在庐山电影院里面，这是一个非常老式的电影院，然后也放这一部电影而已，然后它是晚上循环播放的，所以它只有在晚上7点钟才开始，然后放到晚上11点多这样子，连放3场的庐山恋。庐山恋是一个80年代的电影，就是对于那些生在60年代初、50年代末、60年代末之间这段的人来说，应该是一个蛮深刻的一个回忆。然后看一下这整一个电影院，其实它的这个内部装潢感觉很像是我小学的时候班主任带着大家一块儿去那种电影院，就是不是
说非常豪华的，就是那种专门可能看爱国主义教育片啊，或者是亲情片啊，或者反正就是教育小孩子那些道德的那种比较普罗大众，像少年宫那种电影院那种排场。当然现在这些地方都已经被拆掉。其实我一直觉得孤岭镇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邪门，说实话，而且那个字不念孤，好像是念哭还是之类的，因为我看到它拼音写的是 K。这就是目前庐山恋影院的一个外貌，其实看起来非常小啦。这附近因为现在已经晚上10点多了，附近其实有非常多的餐厅，所以大家正好可以吃完饭来这边看电影，或者是看完早一点的一场7点到8点20分的，再到附近去吃饭。我们现在在韩国口，然后坐观光车上来到了韩国口，要继续往3点水五老峰的方向走的时候，还得下来之后再去换车。然后现在是周六早上的差不多10点半左右，已经有非常长的队伍，差不多有一个100米左右吧。还问了师傅，原来换的其实还是这种小的烤司，就这种大小，现在开走这辆。那我估计等的时间应该够呛的，所以好像很多人都会很早就来到韩坡口这边，然后等换车去五老峰。然后我们今天还是晚了吧？现在准备坐3节前的缆车上山。这边是缆车的控制室。这缆车跟一般平时那种差不多10秒一个、10秒一个的缆车不一样，它是那种有点像是机场的摆渡车，然后大家都是站着的，就是人挤人这种。它整一个容量，一个车厢是75个人，然后现在因为是旺季嘛，所以每次都是塞得非常满才发车的。这边就是3叠泉的最下面了。它这个3叠泉意思就是有1叠、2叠、3叠，意思就是说从不同的口子里面会流下的水嘛，变成1层、2层、3层。然后最上面的话是1层，它是降标顺序的，然后最下面的话是3层。大家有数到3层吗？反正我是不太懂啊。我怎么感觉是有从4个口子里出来的感觉，但是层的话那就是1、2、3。第2层的话好像是有2个口子，然后要走到这个下面去看瀑布的话，还要走一个地下通道，在那边才可以到瀑布的底下去修行。现在这边就是瀑布下面的状况，可以看到有很多人都在这边泡饺子，感受一下水，非常的清，然后这是凉凉的水了。镜头中间这个绿色的，然后它有个黄点，这是一只小蜘蛛，说它3番5次的朝我的左脚进攻，这场进攻有5次就已经爬上了我的鞋子，然后被我一脚给震掉下来。临岸景点，意思就是这边没有产生过任何盗窃案或者凶杀案之类的吧？不知道为什么它特别要竖这样一块牌子。这个是御碑亭，我们现在是在仙人洞这一站。然后，因为在庐山恋电影里面，是男女主角在这里面，再次相遇吧。然后女主角把男主角抽的烟给扔到水里了。现在的话已经有栏杆拦起来，是不能进去了。传说呢，这个碑呢是为了纪念朱元璋当时的一个，算是在庐山的一个军师吧，叫周滇人，为了纪念他的功德而立下的这样一块碑。这就是仙人洞实际供奉的神，应该是太上老君。这里是谈判台旧址，这里是一个说明国共谈判的一个地方，对吧？现在就是一个小卖部而已。我们现在终于已经从仙人洞一路往锦绣谷的方向出发，走的是这个石头的栈道，然后差不多是最后一站的一个停歇的平台，然后就可以到锦绣谷了，然后再准备乘车到孤岭街去。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祈福的红绳，然后那边还有挂锁，应该就是求爱情的吧。感觉很有意思，就是垃圾桶附近的都不是苍蝇，都是蜜蜂在这边。因为很多人在这边喝一个叫做野生甘栗做的一个冰粉，然后里面有加很多糖嘛，所以很多蜜蜂都会围绕在垃圾桶旁边。谢
仙人洞一路走到锦绣谷，然后相当于是走了锦绣谷的一个入口出来之后，马路对面就是花径。然后花径传说中是白居易去题词的，但是也有说法说白居易那个时候的字呢并不是这样写的。反正目前呢，它右边的落款写的是仙温题，所以这仙温到底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了。基本上虽然说是花径，所以理论上里面应该是有很多花嘛，但是好像现在整个庐山都不是开花的季节。这里是白居易草堂，相传呢，白居易在庐山期间居住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过都是传说啦，都过去1000多年了。现在里面呢，感觉是有卖一些字画，可能是后人，就是一些比较厉害的书法家或者是当地的书法家去写了白居易的诗，就是重新去抄写一下白居易的诗。这边呢是孤岭镇，它的一个相当于是步行街了。我发现很奇怪，这是在庐山上面见到很多的宠物狗，非常非常多，就是各种品种的都有啦，就很奇怪。这边还有很多特产超市，其实他们的物价跟上海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平民的哦。我是说这个泸沽街这边特别有那种海滨小镇的感觉，但它其实是在一个山上。我觉得前面包括在花径公园啊，包括在这个街道，会让我感觉似乎不是在一座山上。我觉得这就是庐山跟其他地方的一个不同之处吧。现在在美庐里面，这是蒋介石的侍卫室，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保安的小亭子啦，差不多是这个概念。然后顺便当做一个纪念品店这样。目前美庐别墅呢是只有在1层开放了部分的房间，我相信他没有把所有的房间都开放。2层的话是完全不开放的，然后游客进去的话会有一个既定的线路参观，所以你也没有机会去到其他的房间。这里是庐山会议旧址，就是中共某一次会议吧，就蛮重要的，反正在庐山这边开吧。具体是什么我历史也没有学好，我们进去看一下。进去呢就是一个毛泽东像。喜欢起司茄子的频道的话，别忘记点赞、评论、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上新通知。记得你们的观看是起司茄子做视频的最大动力哦。那我们下期见。